在一切尽头最狂野的边缘仍然是未知的。我们根本没有语言来描述在可观测的门槛之外是否存在什么，但是物理学提供的线索表明，在宇宙地平线上确实潜藏着深奥的谜团，等待被揭示。那么，在我们可能永远无法抵达的最远极限上，真正存在着什么呢？你是否曾凝视夜空，思考着在你眼前所见最遥远星星之外的无限广袤？即便是最卓越的科学思想者，也对宇宙中的谜团感到着迷。在这段视频中，我们将深入探讨一个最为深奥的问题：超出可观察宇宙的究竟是什么？可观察宇宙包括我们所能看到的一切，超过1000亿个星系，延伸超过900亿光年。然而，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太空延伸远远超越望远镜探测到的极限。在这些遥不可及的宇宙边缘，可能存在着怎样的未知领域？事实上，科学家只能基于理论物理学进行推测，提出的假设性观念不胜枚举。没有人确切知道超出可观察宇宙之外等待着怎样宏伟的谜题。然而，这些可能性远比科幻小说中的任何设想都更为惊人。请随着我们深入探索宇宙理论、神秘的维度以及超越人类知识极限的引人入胜的问号。这是一个等待被揭示的谜题，这是一个你绝不想错过的太空之谜。根据宇宙学的标准模型，空间是无限的，而如果空间是无穷尽的，那么物质和能量将永远向外扩展。这带来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在我们视野之外那些无法触及的领域中可能存在着什么。在我们能够观察到的最遥远星系之外，可能存在着令人惊叹的外星世界、未被发现的维度和看不见的前沿。这些可能性是无穷无尽的，我们只能基于理论物理学进行推测。一种奇特的想法是，另一个宇宙可能与我们的宇宙平行存在，隐藏在更高的维度中，弯曲于空间的每一点。弦理论允许存在10或11维的时空，其中大部分我们无法触及。与隐藏宇宙碰撞，可能在宇宙微波背景上留下印记，有朝一日我们或许能够探测到。有人理论，在超过一定距离之外，宇宙的膨胀超过了光速，这造成了一个不可逾越的宇宙地平线，因此超越这个边界的任何事物都永远无法被看到或与之互动。或许在这些无法触及的领域中，甚至会涌现出新的物理法则。另一个提议是，我们生活在一个巨大的宇宙空虚之内，被一个更为广阔的宇宙所包围。从观测上来看，我们只能看到一个有限的球形泡泡，直径为470亿光年，其中包含了几十亿个星系。这些观点和理论扩展了我们对宇宙本质的理解，让我们在思考宇宙边界和未知之际，感受到更深层次的探索精神。然而，在此之外，可能存在着一个指数级更大的容积，内含数万亿个更多的星系。一个大胆的设想是，我们的宇宙只是在永恒膨胀的多元宇宙的量子泡沫中无尽的涌现，形成无数个泡沫或口袋宇宙之一。这一观点的证据可能印刻在宇宙微波背景辐射上。事实上，有理论认为，每一个在物理法则允许下的可能宇宙都存在于一个宏伟的宇宙景观中，与我们自己的宇宙迥异，远超过我们的世界。可能存在着没有原子、力量、星星或星系的现实，甚至我们的物理常数，如力量的强度和粒子的质量，可能在不同宇宙中呈现多样性。也许更令人惊叹的是一些概念，比如全息宇宙学，他认为我们所观察到的实际上是远处二维表面上发生过程的投影。我们宇宙中的所有粒子、力量和维度可能仅仅是编码在广阔宇宙地平线上的量子信息的全息表达。有人甚至提出，空间是从编织在宇宙全息图边缘的纠缠量子信息线中浮现出来的。这给现实本身的结构赋予了怎样奇异的意义呢？或者更为激进的是模拟理论，即我们都生活在一个先进的人造模拟中，而空间本身只不过是由未来人类或其他智能构建的庞大计算机中的编码信息而已。或许在我们宇宙的虚拟位图之外，存在着完全不同的物理规律，这些规律基于真实的基本编码，生成了我们所谓的虚假现实。我们的空间可能只是一种幻觉，一个模拟领域，
其边缘蕴含着一个无法想象的世界。也许宇宙中存在着宇宙弦和其他异国情调的物体，充满了深邃的虚空。我们所看到的星系团到宇宙网的各种结构，可能只是某种组织形式在无尽中持续存在的表现，而由于夜空的黑暗，我们所见的星系量网必然有一个边缘。当然，宇宙也可能只是一直均匀的无限延伸，最终变得稀疏到孤立的星星，然后是坍缩物质的死亡外壳，最终只剩下零散的粒子。但即使在这里，可能性也是深远的。也许时空本身逐渐溶解为量子泡沫、漩涡空间或超维竞技场，在这里，我们熟悉的距离和位置的概念失去了意义。或者，现实的最终结构可能是由离散的比特或量子化的循环构成，而非一个平滑的连续体。我们宇宙的基础可能建立在一些极为奇异的元素之上。一些人甚至考虑到，宇宙可能在一个物理定律完全崩溃的边界自然结束，在这个边缘之外，可能等待着无法想象的景观，从彻底的混沌到奇异的量子领域，那里时间、空间和因果关系的熟悉概念会解体，物质可能会溶解成由超维门户居住的量子模糊，无限可能展开，允许每一个可以想象的宇宙历史都同时展开。因果关系可能会向前和向后流动，我们有序宇宙之外的存在的基本本质可能会对我们来说变得完全无法辨认，一个完全超越我们知识的可能性领域。如果我们能穿越最终的宇宙地平线，等待我们的可能是何等无法理解的真相。每一次物理学的突破都揭示出另一层隐藏的复杂性。也许宇宙比我们所能构思的要奇异得多，在一切尽头，最狂野的边缘仍然是未知的。我们根本没有语言来描述，在可观测的门槛之外是否存在什么。但是物理学提供的线索表明，在宇宙地平线上确实潜藏着深奥的谜团，等待被揭示。那么，在我们可能永远无法抵达的最远极限上，真正存在着什么呢？这些可能性从平行维度到泡沫宇宙，甚至到我们几乎无法想象的外星文明，都挑战着我们的想象。那些隐藏在已知宇宙边缘的令人心动的真相，可能超越了我们最狂野的科幻幻想。宇宙膨胀理论预测，在大爆炸之后的瞬间，无数个泡沫宇宙在涌现，每一个都拥有独特的物理规律。在我们宇宙地平线之外，可能存在着无尽的泡沫宇宙，漂浮在一个巨大的膨胀的量子场中，就像在泡沫中一样。其中一些可能孕育着远远超过我们理解的生命和智慧。也许我们会在微波背景中微妙地发现这些替代现实的迹象。平行维度的概念也激发了理论学家的兴奋。弦理论指出，除了我们熟悉的3个空间维度之外，至少还有7个额外的空间维度，它们在每一个空间点都弯曲起来。在这些更高维度中，是怎样的外星物理规律在运作呢？在我们身边，是否存在未知的文明，与我们共享同一空间，却又无形而无法触及？我们大脑之间的碰撞可能会产生我们能够察觉到的涟漪。这些平行世界隐藏在量子层下方，承载着我们仅仅开始理解的宇宙秘密。即使在我们这个有着138亿年历史的宇宙中没有其他先进文明，庞大的空间几乎可以保证生命在其他尚未被发现的行星上诞生。在那些地方，技术的标志可能微弱的在无线电波长中轻声细语。穿越宇宙的面纱，令人惊叹的外星生命和人工智能已经诞生，将我们环绕在仍未被发现的生命之中。一种比人类先进数十亿年的智慧又会有何能力？当然，他们的知识远远超越我们自己。在我们感知的边缘之外，这些难以想象的可能性，无尽的宇宙泡沫，更高维度的层面，外星思维，都有可能成为超越我们认知边界的常见事物。从宏观到微观，有着我们尚未揭示的无形边界。事实证明，现实远比虚构更为惊人。就像我们对存在的最终奥秘进行的新一轮认知革命一样，地平线之外等待我们发现的究竟是什么最终的秘密？
最史诗的宇宙启示可能仍在前方。随着我们在空间中的不断探索和时间的不断倒退，我们的观察持续揭示出我们从未预料到的事物：暗物质、暗能量、引力波，以及一个错综复杂的宇宙。每一次突破都引发更深层次的问题，因此所有发现中最令人激动的可能就在我们的地平线之外，等待着颠覆我们对现实的观念。蕴含在最伟大未知中的深奥秘密尚未被想象。当我们从地球仰望那闪烁的夜空时，我们看到的只是我们壮丽宇宙的一小部分，但宇宙远远超出我们的眼睛能观察到的范围。越过地平线，宇宙可能包含着超越我们最狂野梦想的奇迹。从最微小的粒子到最庞大的结构，等待我们的是拓展思维的发现。在人类知识的边缘，那里潜藏着令人难以置信的真理。这个问号是我们要去探索的。宇宙的冒险才刚刚开始。在浩瀚宇宙的众多未解之谜中，有一个谜题对我们这些热爱地球家园的人们而言显得格外紧迫：地球居民是否每隔2600万年就注定会迎来一次灭顶之灾？如果是这样，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周期性的毁灭性打击呢？数百万年来，来自太空的巨大天体不断撞击地球，造成灾难性的后果。距今约6500万年前，由喀坦半岛海域的一次撞击事件就被认为是恐龙灭绝的原因，但这并不是地球上第一次大规模物种灭绝事件，也可能不会是最后一次。一些科学家认为，这些大规模死亡和破坏事件就像时钟一样规律出现。古生物学家们发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规律：恐龙灭绝事件等重大物种灭绝事件并非随机发生，而是似乎遵循着某种周期，每隔2600万年就会消失一次。这实在令人费解，迫切需要找到解释。天体物理学家理查德·莫勒认为，造成这种周期性毁灭的解释可能来自于太阳系边缘一颗昏暗的红矮星。他恰如其分地将这颗恒星命名为复仇女神。人类一直对头顶这颗恒星和我们赖以生存的星球的命运着迷。然而，太阳系并非宇宙中的孤岛，它与银河系的其他天体存在着引力关联。复仇女神的存在假说虽然尚未得到证实，但却为周期性撞击事件提供了引人入胜的解释。科学家们仍在寻找进一步的证据，以确定这种死亡之星是否存在，或者找出其他可能导致大规模灭绝事件的因素。了解地球历史上的这些重大事件，不仅能帮助我们理解生命演化的脉络，还能激励我们更好地保护地球这颗蔚蓝星球。通过太空探索和天文学研究，我们或许能够更早地发现潜在的威胁，并制定应对策略，避免重蹈覆辙。根据莫勒的理论，复仇女神是太阳尚未被发现的伴星，它沿着一个拉长的椭圆轨道，在距离太阳系中心1到3光年的范围内运行。每隔2600万年，复仇女神会最接近太阳，其轨道正好穿过奥尔特云。这片云雾由围绕我们太阳系估计有上万亿颗彗星组成。当这种情况发生时，太阳系的秩序将变得异常混乱。复仇女神靠近这些彗星，并扰乱它们的轨道。莫勒的理论认为，这颗不起眼的恒星引起的引力扰动，会使奥尔特云中长期处于稳定轨道上的彗星挣脱束缚。在太阳引力的拉扯下，据推测会有数十亿颗彗星冲向内太阳系，其中不可避免的会有一部分会与地球发生碰撞，导致大规模撞击事件和大灭绝。关于我们太阳拥有一颗未被发现的伴星这一说法还存在争议。科学家们普遍认为太阳是一颗孤独的恒星，没有伴星。然而在宇宙中，由引力作用聚集在一起的双星系统甚至是三星系统才是常态。即使太阳可能拥有一个双星伴星，天文学家也从未观测到像莫勒声称的这样拥有如此遥远近日点的双星系统。复仇女神的存在与否在科学界引发了激烈的辩论。
一些科学家认为，奥尔特云彗星数量的庞大足以解释周期性的大灭绝事件，而无需一颗假想的死亡之星的介入。然而，复仇女神假说也并非毫无根据。暗物质的存在及其引力影响是现代天文学的一个重要谜团。一些科学家推测，复仇女神可能是一颗被暗物质包裹的难以被观测到的天体。寻找太阳系未知天体的任务仍在继续。随着太空望远镜技术的不断发展和新的巡天项目的启动，我们或许有望在不久的将来解开太阳系是否存在神秘半星之谜。对太阳系演化历史的研究不仅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地球和生命的起源，还能让我们对潜在的威胁保持警惕。如果复仇女神真实存在，那么加强近地天体监测预警系统就显得尤为重要。为了证明复仇女神的真实存在，莫勒需要确凿的证据。1997年，美国宇航局启动了一项具有揭开谜团潜力的任务——全天2微米巡天计划。该计划利用双红外线望远镜扫描宇宙，寻找此前未知的恒星。全天2微米巡天计划项目擅长探测银河系内和附近难以发现的天体，迄今为止已经制作了超过200万张图像。如果复仇女神真实存在，全天2微米巡天计划应该能够发现它，但遗憾的是，巡天从未探测到任何符合莫勒所描述的死亡之星。然而，对于全天2微米巡天计划的失守，莫勒并不感到意外。他认为这是因为根据2600万年的轨道周期推测，复仇女神与太阳的距离大约为1光年，在这个距离上，它的移动非常缓慢，因此可能会被标准的临近恒星巡天项目所遗漏。另一种可能性是，复仇女神实际上是一颗棕矮星。这些失败的恒星比红矮星小得多，并且拥有高度椭圆的轨道。这意味着大部分时间，这颗棕矮星都将远离地球，躲避天文学家敏锐的观测。如果是这种情况，复仇女神就很容易逃脱全天2微米巡天计划的探测。理查德·莫勒发誓将继续寻找，并计划进行一项更加详细的探测研究。他坚信找到复仇女神只是时间问题。正如他所说，宇宙中有数以亿计的恒星，就像大海捞针一样，找到那根针，你就会说这根针根本就不是杂草。同样的，一旦我们找到复仇女神，测量其轨道，我们就能证明它就是那颗神秘的恒星。尽管全天2微米巡天计划并未发现复仇女神，但这并不意味着莫勒的假说完全站不住脚。科学探索的过程往往伴随着质疑和否定。全天2微米巡天计划的局限性在于其主要针对相对明亮的天体进行巡天。为了找到像复仇女神这样暗淡的恒星或棕矮星，天文学家们正在研发更加灵敏的红外线望远镜和巡天项目。例如，广域红外线巡天探测卫星就具备探测冷暗天体的能力，未来有望为寻找复仇女神提供新的线索。在浩瀚宇宙众多未解的谜团之中，时间旅行的可能性或许是最诱人、争议也最大的。我们真的可以穿越回过去吗？能够改写自己的命运吗？这是人类面临的最伟大问题之一。1955年，当10岁的罗恩·马洛特父亲因心脏病去世时，他陷入了深深的悲痛之中。怀着强烈的思念，他渴望找到一种方式能够再次见到父亲，或许还能挽救他的生命。大约在他去世1年后，我偶然读到了 H.G. 威尔斯的科幻小说《时间机器》，这本书给了我莫大的安慰。我想，如果我能像书中描述的那样建造一台时间机器，我就可以回到过去，尝试挽救父亲的生命，再次见到他。因此，我着迷于建造时间机器的想法。时间机器原本只是科幻小说的产物，但马洛特很快发现，科学界也存在支持时间旅行这一神秘概念的理论，而提出这一理论的正是赫赫有名的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提出时空弯曲的理论，将时空比作一块植物或薄膜。在他的广义相对论中，爱因斯坦指出，像行星、恒星或黑洞这样的大质量物体实际上会扭曲时空的结构。事实上，爱因斯坦认为将我们束缚于地球的引力，
使地球围绕太阳运转的力，正是这种扭曲效应的结果。对于马洛特来说，爱因斯坦这个颠覆认知的理论具有深远的意义。如果能够产生足够强大的引力，将时间扭曲成闭环，或许就能创造出穿越时空的通道。爱因斯坦的理论点燃了马洛特建造时间机器的梦想。然而，在当时，时间旅行并不是一个严肃的科学研究课题，公开的研究会招致非议。尽管时间旅行在现实层面还存在诸多障碍，但科学家们从未停止探索的脚步。虫洞、负物质、封闭时间曲线等理论概念不断被提出，为时间旅行的可能性提供了的思路和养分。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先进的太空探索项目和粒子加速器或许能够帮助我们更深入地理解时空的本质，解开时间旅行的奥秘。对时间旅行的探索不仅满足人类与生俱来的好奇心，更能推动物理学等基础科学的进步。也许有一天，随着科技的飞跃，时间旅行将不再是科幻电影中的场景，而会成为触手可及的现实。实际上，我利用了一个对我很管用的幌子。我研究黑洞，因为黑洞可以帮助我理解爱因斯坦的理论如何影响时间。这听起来很疯狂，但却被认为是合理的疯狂。因此，我利用广义相对论开展研究，并以此奠定了我的职业生涯。黑洞是恒星坍缩后留下的超大质量天体，拥有着强大到几乎无与伦比的引力，可以扭曲时空。这正是马洛特想要达到的效果。但是，如何在实验室里创造出拥有足够致密物质来扭曲时空的装置呢？为了寻找灵感，马洛特再次将目光投向爱因斯坦及其最著名的方程式 E 等于 mc2。该公式揭示了物质和能量只是同一事物的不同形式。因此，根据爱因斯坦的理论，光作为一种能量形式，也应该能够像大质量物体一样扭曲时空。我们习惯于认为引力是由物质产生的，但根据爱因斯坦的理论，光也可以产生引力，这正是我的研究基础。换句话说，如果引力能影响时间，而光又能产生引力，那么光就能够影响时间。马洛特建造了一个模型来演示他的概念，利用循环激光束创造一个扭曲时空的光隧道。这个模型由4束相交的激光束组成，光束交汇处的区域代表着时空被扭曲的区域，最终时间也会被这束光柱扭曲，而这将使我们能够穿越回过去。马洛特的理论在科学界引起了争议，一些科学家认为利用现有的科技手段，在实验室环境下制造出足够强大的扭曲时空的光隧道几乎是不可能的。然而，马洛特的执着精神和大胆的设想也启发了其他科学家。围绕着时空旅行的探索从未停止，科学家们仍在不断探索虫洞、负物质等理论概念的可能性。尽管时间旅行之旅暂时还只能存在于科幻作品中，但科学家们对时空本质的探索从未停止。超高速粒子对撞机、空间引力波探测器等先进的科学仪器不断被研发出来，有望为我们打开理解时空奥秘的新大门。也许有一天，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人类将能够找到操控时空的方法，让时间旅行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首位穿越时空的旅行者将是远小于人类的微观粒子，例如中子。我们最初设想发送的并不是人类，而是尝试向亚原子粒子传送信息，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飞跃。试想一下，如果能将信息送回过去，从而预知未来的灾难并加以规避，那将是多么不可思议。为了理解循环激光束如何扭曲时空，我们可以利用一个简单的咖啡比喻。想象杯子里的咖啡是空空间，勺子是循环激光束。搅拌咖啡时，杯中的咖啡会形成漩涡。循环激光束对时空做的事情与此类似。咖啡豆可以帮助我们观察这种效应。当我们搅拌咖啡时，咖啡豆也会跟着旋转。在激光实验中，当光束循环时，我们会放入一种叫做中子的亚原子粒子。随着周围空间的扭曲，中子就像咖啡豆一样被裹挟其中。
现在请记住，根据科学理论，时空是紧密相连的，因此空间的扭曲会使原本直线的时间变成一个闭环。沿着这个时间闭环，我们可以从过去到达现在，然后去往未来，甚至返回过去。科幻作品经常描绘时间机器可以让人们自由自在地穿越时空，但是在马洛特的理论中，时间旅行者只能回到时间机器启动的那一刻。换句话说，如果我今天打开机器并让它持续运转100年，那么100年后的人只能向过去旅行75年、50年或25年，最远只能到达我打开机器的那一刻。他们无法再往前追溯，因为机器在那之前并不存在，而正是机器创造了时空扭曲的效应。因此，时间旅行者在更早的时空节点将无处容身。尽管马洛特的理论面临着巨大的技术挑战，但它启发了人们对于时空本质的思考。时空旅行是否真的可能？可穿越的范围有多广？这些问题都等待着科学的进一步探索。随着科技的进步，我们或许能够制造出更加强大的粒子加速器，或进行更大规模的引力波探测，从而为操控时空打开一扇崭新的大门。然而，伦理道德问题也不容忽视。如果时间旅行真的实现，那么该如何避免改变历史导致的灾难性后果？穿越时空的人类将如何适应过去或未来的环境？这些都是需要提前考虑的重要因素。或许在真正踏上时间旅行的旅程之前，人类还需要更多的哲学思考和伦理指引。马洛特的时间机器理论存在着一个限制，这意味着他永远无法回到1955年去拯救父亲的生命。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一些超越当前科技水平的技术。从理论上讲，一个先进的外星文明可能拥有在数千年前启动的时间机器。如果他们在10000年前研制出了时间旅行技术，那么我们或许可以利用他们的机器回到遥远的过去，拜访古埃及和古罗马。然而，目前马洛特将全部精力放在建造自己的时间机器上，仅启动资金就需要25万美元。金钱只是任何一位涉足时间旅行领域的物理学家都将面临的障碍之一。许多人认为时间旅行是不可能的，因为存在着一些悖论，例如著名的祖父悖论。想象一下，你回到过去杀死了自己的祖父，那么你的父母就不会相遇，你也就不可能出生，自然也无法回到过去。这样一来，就形成了一个逻辑循环，既可能又不可能，既发生过又没有发生。但是，马洛特认为理论物理学领域的最新进展表明，这些悖论根本不是问题。许多物理学家现在相信，我们所处的宇宙只是众多平行宇宙中的一个。因此，当你回到过去时，你实际上可能进入了一个平行宇宙，在那里你可以改变事件，而不会影响你所来自的宇宙。我们认为时间之河可能存在漩涡，让你能够回到过去，见到父母还没出生时的他们，甚至时间之河可能分叉成2条河流，让你可以真正的改变过去，创造出另一个平行宇宙。这些都是当今现代物理学最前沿的理论。马洛特认为，人类实现时间旅行可能只需要1个世纪的时间。然而，这对于他自己来说已经为时已晚，无法回到过去拯救父亲。这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但正是他个人的损失，为他打开了通往新世界的大门，造福于未来的世代。我研发出这些基本方程，让我能够与世界分享以前无法分享的东西。我觉得这才是对父亲最合适的纪念。能够做到这一点，我感到非常欣慰。尽管时间旅行仍然充满着未知，但科学家们从未停止探索的脚步。虫洞、复制等理论概念不断被提出，为穿越时空提供了潜在的可能性。未来，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人类或许能够制造出更加强大的粒子加速器，或者进行更大规模的引力波探测，从而解开时空旅行的奥秘。然而，除了技术层面的挑战，伦理道德问题也不容忽视。如果时间旅行真的可以实现，那么如何避免改变历史导致的灾难性后果？穿越时空的人类将如何适应过去或未来的环境？这些都是科学界
伦理学界乃至全人类都需要共同思考的问题。或许在踏上时间旅行的旅程之前，人类还需要解决一系列的难题，制定完善的伦理守则，才能确保这项技术被用于造福人类文明。